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用中文表达同意和不同意。小美，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？咱们今天聊聊怎么表达同意和不同意。哦，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很有趣啊。是啊，日常交流中真的特别常用。对，最简单的同意就是对和是吧？没错，这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。还有好啊，可以啊，也算同意吗？当然算，这些都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。那没问题，是不是更积极一点呢？对，它还带着一点乐意去做的意思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不同意怎么说呢？最直接的就是不或者不对。这个也很简单易懂，是吧？是的，但有时候会显得有点生硬。啊哈，你说的对，语气真的非常重要。对呀，比如加上我觉得会更礼貌。我觉得不太对，这样就委婉多了。没错，或者说我可能不太同意这个。哦，这样听起来确实更舒服一些。对的，避免直接否定会比较好。那如果想强烈表达不同意呢？可以说完全不同意或者不可能。这听起来就很有力量感了。但要小心使用，可能会让人不舒服。啊，我懂了，场合和对象很重要。对的，跟好朋友可以说的随意一些。比如瞎说，或者才不是这样。啊哈，这些口语化的表达也很常用。那如果不是很确定呢？半同意半不同意。可以说看情况吧，或者再说吧。哦，还有也许吧，不一定这些。对，这些表达了不确定或者保留意见。真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啊。是啊，中文的表达真的非常丰富多彩。我们再说说正式场合的表达方式吧。好啊，正式场合需要更严谨的词语。我赞同您的观点，这听着很正式吧？非常正式且礼貌，听着很舒服。那不同意呢？恕我不能苟同吗？哦，那个有点太文学化，不太常用。哈哈，是哦。那更常用的是什么呢？我可能持有不同看法，这样就好。哦，这确实更日常，也足够礼貌了。对的，或者我恐怕有不同的意见。明白了，就是要把话说得更婉转。没错，尤其是在工作场合或者会议上。今天我们学到了好多有用的表达。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实用，太棒了。对啊，下次我们聊聊别的有趣话题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跟朋友聊天时怎么说呢？啊哈，那更简单，更随意一些。是不是直接说对或者不对就行？可以的。或者是啊，不是啊。哦，明白了。那没错也行吧？完全可以。没错，对的，都可以。那不同意呢？直接说不对吗？可以，但语气要稍微注意点。怎么注意？会显得不礼貌吗？如果直说不对，可能有点生硬。哦，那怎么说会更好一些呢？可以说我不这么觉得，或者我觉得不是。我不这么觉得，这个比较委婉。对啊，或者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。这个听起来也很自然舒服。没错，语气也很重要，要温和。我懂了，即使是朋友也要注意表达。对了，我还想问问关于建议呢。建议？你是说同意或不同意一个提议？对，比如同事提出一个工作方案。哦，那和观点表达有点不同了。
怎么说呢？会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同意一个方案，可以说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可以，这很常用吧？是的，或者这个方案挺好的。听起来很积极，也很有支持感。没错，还可以说我同意这个提议。那如果想说这个方案很好，我们做吧。那样就直接表示支持和行动了。了解了。那不同意一个方案呢？这个就需要更谨慎的表达了。我猜不能直接说不行吧？哈哈，当然不能，那样太生硬了。那该怎么说呢？真是个学问啊。可以说我有一些顾虑，先提出来。我有一些顾虑，这个很礼貌。对啊，或者我恐怕有不同的建议。意思是不是直接否定，而是提出替代。差不多是这样。或者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。再讨论一下，这个很常用，很客观。没错，这样也能给对方留足面子。学到了，尤其是在工作场合非常有用。对啊，表达不同意是门艺术呢。真的，我觉得今天学到的非常多。很多细节都要慢慢体会和练习。我会多留意和运用这些表达的。这样你的中文交流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那如果对方非常坚持己见呢？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啊？你问吧。你觉得在不同场合表达同意有区别吗？肯定有区别的。比如正式场合。对，正式场合怎么说才好呢？可以说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。完全赞同，听起来很专业。或者我对此没有异议。没有意义，也很正式。是的，表示尊重和肯定。那如果是在很随便的朋友之间呢？跟朋友聊天就简单多了。比如，对啊，就是这种。没错，或者我跟你想的一样。跟你想的一样，很亲切。还有，我懂你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些都很生活化，很自然。对，跟语气也有很大关系呢。语气确实很重要。那小美，你觉得表达不同意呢？哈哈，这个更复杂一些吧。之前我问的，如果对方很坚持己见。哦，对，那个问题很重要。是啊，有时候真的很难处理。如果对方非常坚持，我们可以先听。先听，然后要怎么回应呢？我们可以说我理解你的看法。理解你的看法，这是第一步。再接着说，不过我还有些想法。先表示理解，再提自己的。这样对方会觉得你被尊重了。这个方法很温和，也很有用。或者可以问你觉得这样如何？把问题抛回去，让对方思考。对，引导对方去思考其他可能性。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达。没错，避免直接冲突。学习了，这真的很有帮助。那还有什么情况需要注意？我想到一种情况，犹豫的时候。对，不确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。没错，模棱两可的感觉。那怎么表达比较好呢？可以说我再考虑一下吧。再考虑一下，很委婉。或者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。保留意见，听起来很专业。也能给自己留出思考空间。是的，不急着下结论。这样也能避免说错话的尴尬。对，给彼此一个思考的时间。这样沟通确实会更顺畅。对。那如果对方很直接呢？
直接表达同意或不同意。是的，比如我完全同意，或者我不同意。这种就比较干脆利落了。但有时也可能让人觉得太硬。是的，需要看具体的语境。没错，考虑你和对方的关系。比如对上司，肯定不能太直接。对，需要更加委婉一些。那对朋友之间呢，可以随意点吗？朋友之间通常可以更直接。但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对方。肯定啊，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。说到尊重，我想到了另一个点。哦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表达不同意时，语气很重要。没错，语气会影响对方的感受。如果语气太冲，就容易吵架。即使是不同意，也要温和。可以用我觉得，我的看法是。这是一种把自己观点抛出来的方式。对，而不是直接否定对方。这样更容易让对方接受。是的，听起来更像是讨论，而不是争论。你觉得呢？没错，是互相交换意见的过程。这确实是很重要的技巧。那我们再说说同意的表达吧。好的，除了我同意，还有什么？你说的对，完全赞同。这些都很常用，很直接。还有一种是表示理解的同意。哦，比如我理解你的意思。对，或者我明白你的感受。这个更侧重于情感上的共鸣。是的，会让人感觉被理解和尊重。这在人际交往中非常有用。尤其是在安慰别人的时候。表达支持和同理心。看来同意和不同意都有很多学问。确实啊，不是简单的对或错。那有没有什么场合需要特别注意？正式场合就更需要谨慎。比如会议上发言需要更严谨。对，不能像平时聊天那样随意。那如果是邮件沟通，又有什么不同？邮件的话，文字表达要更清晰。避免产生误解，对吧？没错，因为看不到表情和语气。所以用词需要更精准。尽量避免模棱两可的词。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啊。我也是，文字真的很有力量。是啊，所以表达起来要更小心。对，尤其是在工作邮件里。如果意见不一致，怎么说才好呢？可以先肯定对方一部分。先说我同意 A 点，然后再委婉提出自己的看法。这样就不会显得太直接了。没错，给对方留点面子嘛。这是很有用的技巧啊。是啊，人际关系很重要呢。那如果对方态度很强硬呢？那就更需要冷静和耐心了。不能跟着情绪走，对吧？对，尽量避免正面冲突。有时候真的很难控制。我懂你的感受，大明。不过，这确实是成熟的表现。慢慢来，我们都在学习嘛。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，我听着呢。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比如，有些文化比较直接。对，有些就更含蓄委婉。那我们该怎么调整表达方式？最好是先观察和学习。观察对方的沟通习惯是吗？没错，入乡随俗会更好。比如，日本人可能更喜欢间接。是的，他们非常注重和谐。那如果遇到特别直接的呢？你也可以适当的直接一点。灵活应变才是王道啊。这需要经验积累。所以多练习真的很重要。
是啊，沟通是一门艺术。哦，说到艺术，我还想到什么呀？快说来听听。肢体语言在表达同意时，点头、眼神交流什么的，对，这些非语言信号也很重要，它们能加强我们想表达的意思。甚至有时候比语言更有力。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，比如一个肯定的眼神，就能让对方感到被理解。那表达不同意时呢，小美？身体会不自觉地往后靠。或者交叉手臂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些都是潜意识的。是啊，身体有时很诚实。哈哈，没错，藏不住秘密。那除了肢体，还有别的吗？语气也很重要啊，你觉得呢？语气，怎么说呢？详细说说。比如语调的上升或下降。哦，表示疑问或肯定情绪。对，它能传达很多情绪。是表达态度的关键。同意时，声音会更柔和。反对时，可能听起来更坚定。没错，听起来确实不一样。这样一说，我明白了许多。对了，我们怎么委婉表达不同意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。直接说不有时不太好。那样显得不礼貌是吧？尤其是对长辈或上级领导。我通常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，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。这样听起来会更尊重对方。是的，或者说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实用呢。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。哦，引导对方去思考是吗？对，而不是直接否定他。那表达部分同意时呢？我会说我同意一部分观点。但我也有点不同意见哦。或者大致上是这样。再补充一些自己的观点，这样交流会显得更顺畅。不会让人觉得被否定了。没错，这是很重要的技巧。哦，说到这个，小美啊，怎么了？你想到什么新话题？不同文化下表达方式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啊，区别还挺大的。比如哪些方面有差异呢？有些文化会非常直接。像西方国家可能比较直接。是的，他们习惯开门见山的讲。而东方文化习惯怎样呢？我们更注重含蓄和委婉的表达。这点我深有体会和感受。避免冲突和维护人际和谐。这是我们文化的重要一部分。对，沟通时要考虑这些方面。看来学问还真不少啊。是啊，沟通真的很有趣。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比如，表达不同意见时，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？我们可以先肯定对方一部分。哦，就是先找共同点是吧？对，再慢慢提出自己的想法。这样就不会显得那么直接了。是的，也能让对方更容易接受。那有没有一些常用的表达呢？当然有啊，同意的话很简单。比如对或者是的，对吗？没错，还有我赞同这个词。我赞同，听起来更正式一些。对，在工作场合会比较常用。明白了，要看具体情况来用。那不同意的时候要怎么说？我觉得不能直接说不对。那会显得有些太生硬。应该委婉一点会更好，是吧？是的，可以先说我个人认为。我个人认为听起来很客气。或者这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这样就留有余地了，真好。也可以说我不太确定是不是。
听起来比较像是提出疑问。对，而不是直接否定对方的观点。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技巧。还有恐怕我有点不同的看法。恐怕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，它能让你的话语更委婉自然。避免直接的冲突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维护人际关系很重要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觉得语气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，语气能改变一切。是的，同样的词，不同语气，意思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。比如用疑问的语气说，对吗？和肯定的对，就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语调也要非常注意。看来沟通真是门大学问啊。是的，还有肢体语言也很关键。肢体语言，你说的是什么呢？比如点头表示同意，摇头不同意。哦，这个倒很好理解。还有眼神交流也很重要。大明，眼神，怎么用眼神表达呢？真诚的眼神会让人觉得被尊重。即使不同意，也要保持真诚。即使不同意，也要保持真诚。是的，真诚是沟通的基础呢。这让对方感觉被尊重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即使观点不同也一样。我明白了，真诚能化解很多误会。没错，态度比言辞有时更重要呢。所以，眼神交流也要真诚啊。对啊，眼神能传递很多信息哦。比如，表示专注和理解，是吗？是的，或者传递你的友好态度。看来，表达同意和不同意可真复杂。哈哈，其实也不难，用心就好。总结一下，就是言语、语气、肢体。还有眼神和真诚的态度，大明。哦，对，态度是核心，真重要啊。综合运用这些，就能好好沟通了。我觉得今天学到好多实用的东西。是的，这些小技巧很有用呢。以后我会更注意这些细节的。沟通是一辈子的学习过程哦。确实是啊，中文表达更是如此。对，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，更要小心。哦，文化差异也会影响表达吗？当然啦，有些词语在不同地方意义不同。这个我以后也要多了解一下。是的，保持开放的心态最重要。看来学习中文真是其乐无穷啊！哈哈，欢迎你加入中文学习的大家庭。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呢。希望我们的听众也有所收获吧。我觉得肯定会的，讲得很清楚。谢谢大明这么说，我很开心呢。也谢谢小美分享这么多宝贵经验。这是我的荣幸啦，能帮到大家。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吧。时间也差不多了呢，大明。感觉今天聊得特别尽兴，收获满满。我也是，学到了很多新知识。尤其是真诚的重要性，我记住了。对，那是沟通的黄金法则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朋友们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哦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给我们。对，我们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的。别忘了订阅我们，才能不错过精彩。我们是你的中文学习伙伴，小美和大明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祝大家学习中文愉快。